好，赖清德呢把7月定调为国家团结月，为什么呢？因为7月16号要大罢免啊，所以就选在7月啊，看那个时间配合多好。中回宣布7月16号，他们就宣布10奖啊，那这是国家团结啊，团结国家10奖。赖清德说，为什么要讲这个团结国家10奖？要向国际展现台湾人自我保护的决心啊，所以他非常快速啊。那光上个礼拜呢，已经有2次了啊。这个礼拜了，已经2次了，一个先讲国家，再讲团结啊。那这个礼拜天第3讲就出来了啊，要讲这个宪政啊。好，那么现在呢要举行汉光演习啊。那这个汉光演习呢，也被认为说跟大罢免有关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而且时间为什么拉那么长呢？啊，所以现在所有的事情，民进党是说我定个目标，所有事情在这个目标这个大伞下面进行各种活动啊。7月9号到7月12号啊，这个灰色地带跟针对性军演；13号联合火力打击登陆作战；14号到18号纵深作战、巩固作战、岛上作战，然后7月24号就大罢免了啊。然后呢，有3个市：台中市、台南市、台北市9个区。避难演习啊，清水、沙鹿、这个梧栖啊，然后呢，善化、台南市的东区、中西区啊，台北市的中山、中正、松山啊。好，那么这个有多款新式的武器参与操演啊，不管是战车啦、多管火箭啦、飞弹啦等等托式飞弹都参加操演啊。那说呢，他们要结合城镇韧性。演习什么叫城镇韧性呢？就打起来以后，你给我尽量拖延时间啊，然后呢，这个所谓我有韧性啊，那时间拉长，这次的演习，所以被怀疑说操作大罢免哦。国民党的这个林思明立委说呢，明显在罢免投票前这个操作抗中保台。那民众呢，这个林国成说呢，这个国家团结月、团结国家10奖都是为了大罢免哦，他所谓的团结啊。那另外呢，汉光演习也延长到10天。国防部说，你们说我们助攻大罢免是大误解，没这个事情啊，不是这个事情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团结月征用演习替大罢免添柴火，我们看一下。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1号演习将在7月9号登场，而2025城镇韧性演习则会在7月15号起来进行。国民党立委林思明就质疑了，民进党透过演习营造抗中保台的气氛，全力助攻大罢免。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有最新回应，把汉光演习跟做这样的一个挂钩，恐怕是一种大误解啊。汉光41号演习，它是依据汉光40号演习的经验，也就是说，去年我们在做完汉光40号演习的时候，我们就会总结我们到底得到了哪些的经验教训，哪些地方还要再补强。同时，从去年的汉光40号演习到今年的汉光41号演习之间，我们的敌情威胁不断的在变化，我们本身的战力也不断的在成长。主客观环境都在变化，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些变化的这些因素里面考虑进去，然后来设计我们汉光41号的演习。吁请不要用这种方式去把我们国军官兵去陆力战备训练的这种努力都给推翻了。孙立方强调，汉光演习去年底就已经定案，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年3月也有跟媒体说明，演习的期程是有延长，呼吁不要用这种方式把国军陆力备战训练的努力推翻。佩君。基本上，我觉得国防部还是在偷换概念啊，因为刚刚在发言人讲说不要这个推翻国军官兵陆力努力，没有人在质疑辛苦的国军，大家质疑的是国防部在这个时间点办汉光演习，然后是史上人数最多。本来我还以为是我的幻觉，因为身边很多人收到教召，而且这次时间非常长了，14天了，22000人，果然是史上最多。所以你要跟我说是大罢免大巧合，还是大罢免断算计？我觉得大家心里很有谱哦。那过去10年的汉光演习基本上都是从这个4月到9月都有过，但可是过去的3年汉光演习都是在7月下旬了，所以你说不偏不倚，今年刚刚好往前微调，来到7月初，是
巧合还是算计，国防部自己心里都有数啊。那这个城镇刚刚讲的城镇韧性演习是今年才有，那基本上就是把过去的这个万安跟民安演习整并。那时间点，也许你说啊，看不出来有太大的落差。那最奇怪的事情其实是你把国军演训的汉光跟主要民防演练的万安、民安办在同一个月，你把这个月叫什么国家安全月或国防韧性月，我觉得都无所谓。但过去汉光演习跟万安演习的时间从来没有要一定定在7月。也没有一定说要把这个时间连在一起，然后共同来取名叫国家团结月。国家团结月为什么冒出来？就配合这个赖总统的团结实讲，不就再明确不过了吗？所以把7月份宣传大罢免的主轴口号，刚好跟我们的国军整备演习的名字刚好一样。国防部还要再跟我们讲这是误会一场吗？那到时候你可能看到，不管是罢团或是政府的活动，都会高挂这个国家团结的标语或呼口号。然后如果你质疑他行政不中立，他就说我这不是活动罢免的口号，我这是宣传汉光演习，是在宣传城镇韧性演习。老师你们太敏感了哈。那或者不愿意喊这个口号的，他就会说你是不支持这个国家重大演训。就像刚刚国防部发言人张口一来就给你扣一个大帽子。我们质疑是他办的时间跟规模怎么那么巧合，连名称都配合赖总统的这个演讲实讲的名称，但他偏偏就要讲，你这个质疑的人不要抹灭我们辛苦的国军，大误解，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偷换概念的手法，而且你想想看，扩散到民间，这个是一条龙式的抹红啊！这民间被召招的人，你说心里会多开心？然后员工被召招的人，大概也不会太开心，因为他得自费员工去召招的薪水还是要照付，社会都不太开心。那怎么宣传呢？没办法，因为蓝白是中共同路人，所以两岸陷入一个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演训来准备。所以蓝白不倒，台湾不会好。你看口号我都已经准备好，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包藏祸心。国防部不要再使这种小手段，然后还要把它跟国军的辛苦混为一谈，这个手法真的不要再拿出来用了。而且因为现在台湾是大缺工啊，到处都缺工啊，然后呢，这些年轻力壮的都被抓去搞那么长的时间去演习等等然后说为了什么增加我们的什么城市韧性什么等等搞得这个真的是大家这个有点怨天这个载道了来，这个怡珍怎么看？我觉得赖清德总统就是不甘寂寞7月不是所谓的暑假月吗？我们大家那个当妈妈的都忙着就是弄小孩或什么，怎么现在变成团结月？而且呢，这个团结月呢，怎么那么刚好？国防部的这个团结月就跟团结国家实讲，然后第二讲呢还要讲这个透过选举跟罢免打掉杂质，一模一样所以大家就完全不意外了。然后而且这一场的这个所谓的城镇韧性演习，你还要结合所谓的卖场、超商去做演练，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便利商店店员平常是这个结账煮咖啡、取包裹、热压吐司等等的哇，那个演练一来是不是要学枪学炮？那但是呢，这个战时的通讯跟运输呢，其实是很大的议题，会跟平常完全不一样最近呢，网络上也流传了一个影片，就是呢，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街上呢，很多人都被强拉去征兵。你可能在坐公车的你是外送员你只是出门骑个脚踏车你都会被乌克兰的官方拉去征兵。所以呢，未来这个会不会就是台湾的这个情况呢？那再来，国防部就说，我们去年就定案这个所谓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但是呢，我觉得国防部已经自打嘴巴了，完全露出马脚，因为这个罢免国民党立委呢，这个所谓的大罢免也是这一届的立委一当选，去年2月1号上任之后，民进党跟罢团就开始准备罢免啦，所以国防部就说，我们去年就定案这个所谓的国家团结月，所谓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时间点就刚刚好嘛，所以一切呢都是要推大罢免的阴谋。那再加上这个22000人的教召，还有所谓的像行政司法选务，全部都在民进党的手上。但是你看，民进党真的有在照顾所谓的国军弟兄吗？国军的边线比不断的降低，人才流失，那结果呢？要提高这个所谓国军的待遇，反而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两党我们上个月表决要去修正军人的待遇条例，明年起15万的志愿役每月加薪3万元，谁反对？民进党反对，执政党反对，反而是民进党去激化两岸，这个才是真正的弱化国防，危害主权。所以对民进党来说，所谓的什么团结国家，所谓的什么保卫国家，所谓的什么反攻护台，国军弟兄对民进党来说不是拿来保卫国家的，而是来操作自己的政治意识来推动大罢免。汉光演习，我认为有多重意义上的假。第一，只要没有全台湾大规模或者分区域，让每一个县市或每个里停班停课、认真演习一天，都玩假的嘛。
如果真的空袭警报响起，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要跑到哪个防空避难室？大家谁知道到了防空避难室之后要做什么？没人知道，这是玩假的。那为什么不敢做？因为做了，老百姓觉得你干扰到我的生活，影响到我的生活，大家就担心是否战争真的要来临，所以票投民进党，台湾变战场，就拒投民进党了。否则，其实依照现况底下的民防法和民防法施行细则来说100人以上的大楼公司团体都要组防护团，而且必须要支援军事勤务。那你总得要教导大家一下，到底要怎么组团，然后怎么组军事勤务，怎么练习吧。这些任务包含你要抢修军用机场、抢修战备道路、协助装卸运输军品、协助设置军事阻绝障碍。那现况法规都有哦。但只不过现在只是用来大家练习一下消防逃生避难，没有用它来搞军事勤务。那为什么民进党不依法行政、不依法执行呢？因为怕认真做了之后，大家就觉得影响到我生活，担心两岸要打仗，不投给民进党。那第二个状况是什么呢？第二就是目前为止也是玩假的，就算认真找到了防空避难室，其实也没用，因为目前我们所规范的防空避难室就只是地下室停车场通常只能够防地震，又不防导弹，对吧？我稍微看了一下，我们 TVBS 大楼是没有防空避难室的，但隔壁自由时报有防空避难室，对吧？但你说躲在自由时报里面真的比较安全吗？这个不知道我是说大家可以看看乌克兰对吧？看看加沙，看看伊朗，真正战争来临的时候，到防空避难室不一定就能够安全。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安心比较宽心的是说，目前的精准打击还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我是呼吁大家能够放宽心，就算民进党都不训练也还好。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家不住在民进党的党部附近，不住在什么三立民视附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我觉得就实际上面来讲，子弹飞弹不长眼睛，到时候就实际上面来讲假设呢真的是打到这个城镇战这个地步我们想象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民众的心理，你警报一响的时候，你会冲哪里？一定冲 7 的嘛，你一定是去抽这些便利商店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就会是一场大灾难。你们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什么便利超商，它都当作是战备的这个存粮的储放所当我真的是打到我家，打到这个家门口，然后已经要响警报的时候，一定会是先想到抢食物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就是从这个部分就可以发现，民进党过去这一段时间，不是很多那个立委什么万老师什么，他们在那边猎巫吗？我觉得里面拍什么我怎么样？好，我就是要来说你是怕你那个万老师的猎巫是说怕你那个弄小孩。然后有些的民进党的那些青鸟或什么群，他们是说你们是不是在拍我们什么样的设施国防军事设施。我跟你讲，这个实在是太没有常识了。我们现在何需要这种拍摄我们大家每天在那边订那个 Uber Eat， 然后在那边订那个什么物品。光是这个 Google Map 上面 7-Eleven 在什么地方，便利超商在什么地方，Google Map 上面照得一清二楚的，哪需要你们这样子去弄这真的是非常的缺乏常识，它一切的就是在塑造一个恐怖气氛。有没有？现在在大罢免之前呢，他在做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塑造一个就是仇恨动员、紧张的氛围。但是各位，你看到以色列跟伊朗这个战争，你得到什么教训？你不可以轻启战端你这种极端的政策到后来你会自己深受其害。赖清德他现在在大罢免之前做这些东西，如果他大罢免成功之后呢，他会不会把国防预算增加到5%？ GDP 的5%？他会不会把男生当兵延长为2年？就跟我当初这个服兵役一样？这都不是不可能的。你极端的战略，你就会引来这样子的战争。男生不够，女生也上战场。然后呢，还有就是你看到像是这样子的这个作为，引来的就是什么？这个导弹，你讲到刚才那个这些所谓的防空洞，以色列整个这个12天都躲在防空洞里面了，民生经济基本上是停滞的，打不下去了。所以川普才会出手所以川普赶快出手。反正2个礼拜赶快就去了。我们自己看到以色列跟伊朗的时候自己觉得大罢免好像是一个只是政治斗争的这个作为，但是千万不要小看它。
伊朗到时候连那个长城很这个重量级的飞弹都出动了，是啊，就以色列的那个铁穹的飞弹也只能再撑2个礼拜了，所以搞不下去了。休息一下再回来。为了冲大罢免，曹先生叫赖清德最后合体造势。不用你曹先生呼吁，赖清德早就在做了，因为他不做，对不对？他搞这个什么实讲是干嘛？在这个时候啊，他早不讲晚不讲，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啊？哦，然后说也不演了啊，民进党也不演了，吴思瑶就是说跟罢免团体站在一起更有力量哦。另外呢，这个最后的冲刺，戴希清也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合体反罢免哦。那吴思瑶跟罢团也大会师哦。另外呢，戴希清是台北市议会议长了哈，但是也是这个黄旅被压起来，他就代理市党部主委，哦，他带队去拜访黄国昌，哦，邀请呢互邀是他们7月5号、7月20号都有造势大会。7月5号，我记得是这个台北市党部要办了哈，在市府前面的广场办一个大造势，邀了黄国昌去啊。那7月20号也是哈，那这个黄国昌最近很热门，然后国民党邀他。我在7月12号在台中战斗蓝有去到台中办一场这个大造势，上次在台北荣庆花园办得蛮成功嘛，那台中他们希望我们去，我也请了黄国昌，他也会去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蓝白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合作了啊，因为否则的话你那个反罢的票一定要冲够才可以嘛哈。那另外呢，这个说记者就问了啊，你都请民众党来，你不怕蓝营选民被吸引过去都变心了？我现在不要投蓝营，我要投白营。戴先说取大我这个舍小我，意思说哈，小我不重要了，就现在呢大我比较重要，这是取舍问题了哈。什么谁跑到哪里去不重要，合作才重要了哈。那黄国昌也下令全体党公职7、8月不要出国都来投票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所谓3巨头蓝营啊，叫做卢秀燕、蒋万安、张善政啊，就是说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3市的直辖市的市长，那说反恶罢1席都不能少，因为这3个地方这个被罢的国民党委员最多台中这个台北这个桃园其实都蛮多的被罢的哈，所以呢，国民党的3巨头要母鸡护小鸡选举的时候母鸡带小鸡，那这个时候母鸡要保护小鸡，我们看一下。母鸡全罢，守护台北。一大早，阵容强大，民进党立委议员与罢免团体大会师在扫巨蛋前首次站上路口，要吹第3阶段投票率，曾喊反对仇恨式罢免的王世坚。我要赶去那个立法院假动，好不好？合影完快步离去，不愿多谈。据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总统是否能够合体冲罢免？主席包括现在进行的团结国家实讲，都是在倡议守护民主的重要性。那我们尊重主席的规划，意思是跟罢团站在一起，所以陆战起跑被罢免方国民党也盼民众党出手。什么时候转战立法院？市议会比较有道理。国民党北市代理主委戴锡清拜会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黄国昌，并带着7月5号的造势邀请函，希望能够声援反罢免。所有的党公职义无反顾。7月20号下午，星期天下午举办一场大型的向市民朋友报告的集会。真的非常感谢国昌主席能够雪中送炭，遭遇到执政党这样的一个逆袭。大家必须挺身而出。蓝白合作反制罢免，母鸡蓄势待发也起跑。台中办造势，地主卢市长出席，也邀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助权。卢秀燕也将在7月19号黄金周6南北赶场。而面临罢免的民众党新竹市长高虹安，党中央正式进驻。反对这样的劳民伤财大罢免，请你一定要在726出门投票。蓝绿输人不输阵，展现反罢投票倒数1个月。攻防冲刺，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哦，民进党已经从最上面赖清德总统然后到民意代表跟罢团都已经全部
站在一起哈，原先都说哦是霸团是霸团，今天吴思瑶明明白白告诉大家哦，做了一个场子，现在就是民意代表跟霸团的部分已经合在一起了。但是呢，他们的总统跟行政院的体系也没有闲着哦，因为总统呢正在做这个团结的这个实讲哦，持续的在7月份来进行。那刚刚讲的这个行政院呢，大家不要，其实行政院有很多小动作都在一路上的默默的陪伴着，比如说7月26号这个日期哦，早就已经被柯建铭讲出来，看起来好像是中选会这个开会之后决议，事实上看起来都在安排当中，包含我们刚刚前一趴讲的这个7月份要做汉光演习的一个部分，看起来好像都是，我觉得发言人讲说什么大误解，我觉得他真的是被洗脑洗得很深度哈，因为大罢免、大误解、大露馅也是蛮明显的啦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蓝白在这个时候确实是必须要携手来合作的哈，因为。是关键就在这里哈，因为呢，如果说在这次的大罢免的过程之中，真的让民进党大罢免大成功的话，只要是就是少10席，假如说真的少10席，那其实民众党的这8席等于也就没有用了，没有作用了哈。因为现在呢，在立法院，国民党也只不过比民进党多1席而已。是要再加上民众党的8席以及2席的无党籍，他才能够过半。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数字哈，而且我看到就是说，只要哈是能够他只要超过这个10席哈的话，在这个立法院呢，他根据这个选罢法被罢免了之后呢，公告哈，然后7天后解职。立法院现在不是要延会到8月底吗？对，所以只要让只要让罢团呢罢成10席，韩国瑜就立刻会被改选了。而且呢，很可能呢，在这个8月底之前的时候呢，在改选之前的时候，他们会通过一些民进党所要的法案，想要什么法案就过什么法案。所以这次的大罢免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民众党必须要跟国民党的紧密合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实不要罢到10席，罢到6个就够了。他们就只要罢到6个，而且补选上民进党都当选的话，那就翻了。哦，其实罢到6个，跟罢掉16个，跟罢掉26个，跟罢掉36个，只是一样的。在我来看，只要过半就是过半了。没有过半就没有过半了。这过半是非常重要的。你只要一过半，表决就是他赢嘛。那以民进党的做法，那如果让他完全执政，那他真的为所欲为，什么都可以干了。他今天蓝白要立法院通过，他给你释宪啊，给你什么一大堆，等到他通过以后，你看好了，像坦克这样就把你碾压过去，完全不会管你的什么多数，什么尊重少数，他完全不会尊重的。所以。这个不是什么10席，什么那个谁柯建铭讲我们什么通通把它罢掉3席，那嘴巴讲的6席，就是你守不住这6席，其实立法院就整个就拱手让民进党完全执政，那整个台湾未来的前途、两岸的关系、经济的发展，自己去想吧。休息再回来。好，新店，新北市新店选区罗明才委员，他已经当了8届了，30多年了。说做不好，新店民众会一而再他选他吗？我帮他助选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看板他替新店争取多少福利、多少建设，是有扎实有做事的。然后呢，他的这个助理呢也被这个抓了。为什么？因为新店只有一个立委，就是他嘛。那人家罢他要罢人家，那他没有立委可以罢，就罢个议员这有点聊胜于无了输人不输阵，你罢我罢你。然后呢，说里面有这个大概有些名字不对也不过就2%多2%多是什么意思啊？2000个里面3000个里面一阶段的，也不过就是几十个人，2%多嘛，3阶段不是60几个而已嘛然后呢就被收押了，说他们会串证，把他押起来的所以呢，罗明才今天找我好了。他摆这个姿势就是这个不同意罢免的这个姿势了他就说，那来抓我嘛？你干嘛搞我的助理呢？
那说我有那么十恶不赦吗？对不对？我每次选举就被人讲我是霸凌啦，什么黑道啦，什么。我做了30几年了，哦，有这么不好，早就被人家这个唾弃了，不会再选我了嘛，哈。所以他就说，这个面对大罢免，哦，然后呢，这个他太太已经讲，他说不要讲话了啦，降低仇恨值啦，哦，不要讲话了。他说我有这么十恶不赦吗？哦，那另外呢，沈伯洋哦去开国际记者会，哦，用英文去谈大罢免，所以被认为说你是不是告洋状啊？所以我刚刚也跟这个上阶段的王一鸣说，你跟党中央反映。沈伯洋都开一个英文这个什么国际记者会，你们国民党不会开吗？现在蓝白应该合作起来开呀，对不对？你们夏立言什么英文又都很好，都可以开，怎么不能开呢？哦，这个就问美国记者嘛，问那个国际记者嘛，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像这样立委选在1年把人都罢免掉的嘛？最大党的在野党把它罢免掉，哦，有这样子干法吗？啊，有时候这在野党就是杂质吗？有这样吗？就开个记者会很好诉求啊，怎么不能诉求呢？哦。那另外呢，这个沈伯洋说国台办要台湾人反罢免，说中国人公然介入选举了哈。我昨天在本节目也讲，跟国台办喊话，你少干预台湾的选举，你不要讲话。我也知道你可能是被记者问说台湾的大半，你讲这话干嘛？你讲就是替民进党添柴火嘛。我讲过，国民党这次的选举都是被共产党害的，哦，你认为你不用害他，你就害了他了，对不对？就给你一扣个帽子下来，什么抗中保台啊，什么戴个红帽子啊，什么亲中啊，什么代言人啊，国民党就很为难，选什么东西？国民党自然会这个来针对大罢免，自然会反制的，不需要你国台办这个讲什么话，你就记者问你就说这是台湾内部的事务就好了，不要再去讲。我也知道你可能要跟上面交代啊，要跟你们的什么网友交代，但你这样讲就是替民进党添柴火，国民党百口莫辩。哦，那个沈伯洋我昨天讲完，就是你看沈伯洋就说中国公然介入选举啊，对不对？那你也不能怎样，那你干嘛呢？你干嘛讲那几句话干什么呢？哦，真是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再讲了哦？那沈伯洋说呢，国民党说骂这个他爸爸，说惹火了台商了。所以台商都会回来投罢免的同意票，我才不相信呢！哪有骂台商？是你们天天骂台商，对不对？是不是？还说你双标，你天天骂台商，那你爸爸是个台商，那你怎么样？什么意思嘛？对不对？那你这个显然有问题嘛！所以你是双重标准，是骂你啊，也没有骂你爸爸，其实并没有骂你爸爸，是骂你啊！哦，你爸爸也没有出来骂以前说台商不对啊，所以没有骂你爸爸，连你爸爸都没骂，是骂你。哦，更不要说骂其他台商，是肯定其他台商认为你不应该这样，什么其他台商都回来同意投这个罢免同意票，那你加开飞机嘛，他们都回来，你就这样，你不是加开飞机啊，叫他们都回来投，看看投谁，我们看一下。我昨天去拜那个观世音菩萨啊，他的慈悲啊，还有个众神明哈，的悲天悯人哈，我所以心里感触很多了哈。那本来是。准备了一首歌，不便再唱歌了。先前为了反罢免唱跳，改编两只老虎跟无敌铁金刚的罗明才，这回封麦不唱了。毕竟面对罢免团队已送出2000多份补件，还指控他疑似动用关系威胁领衔人，罗明才的情绪再也不忍了。我已经被我太太晋升了，真正被霸凌的是我啊！我欺负过谁？我伤害过谁？我天天每次选举到。就被抓出来鞭尸，我不能选择我的出身啊！我真的那么十恶不赦吗？深耕地方几十年的罗明才，为了反罢又唱跳又求神问卜，但如今屋漏偏逢连夜雨，检调侦办罢免陈乃与幽灵联署案，大动作搜索罗明才服务处，还羁押他的主任跟一位助理。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希望司法还给当事人一个清白。选完我会用衷心的感激唱出当时的心情，那就是第3首歌。面对726大罢免倒数1个月，沈伯洋也跟罢团召开国际记者会，向外媒解释台湾罢免局势。只是此举也被质疑是否因为蓝委复制谢国良模式，转去低调，降低仇恨值，绿营内部跟罢团嗅到危机感，才赶紧先告洋状。最主要就是因为看能不能就是一次性的回答比较多问题。国民党呢在攻击我的时候呢，不断的在侮辱台商，中南美的这个台商的群组是整个炸锅，就导致这些人也想要回来投票。726倒数1个月，罢免反罢都告急，蓝绿纷纷出
奇招催出最后投票。不，因为他们只要被罢免的这些人出来开就好了，都很漂亮啊。对啊，不错了。王宏威、徐巧芯、下点去万美玲、李艳秀，不都很好看吗？好吧，这个来，怡珍，你是新北的，你怎么看？罗明才委员是我们新北市新店的委员，他当了8届的立委，30多年。这几年的这个新店啊，发展有多少？你光看从台北县到新北市，新店就翻转了多少？光是在新店呢，这个捷运线就有2条，捷运新店线，还有安坑轻轨。再来这个新店碧潭，最近也是放这个烟火啊，放水舞啊，好多年。还有这个阳光运动公园，也是新店人最喜欢去的地方。所以光是看新店这个行政区，也就是罗明才委员的选区，他这几年的发展完全就不输新北市政府所在的板桥。那你看这个罗明才委员有多可怜，就是要被民进党、被罢免团体、被青鸟这样去影射。所以我觉得罗明才委员说的很对啊，现在呢他才是被霸凌的对象。你看看这个郭玉琴，民进党的不分区委员就好了，他是怎么去霸凌一个平民老百姓？大家不要小看郭玉琴去公审这个自拍年轻男子这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是完完全全有出圈，很多的议题可能是我们一些比较热心政治啊、关心政治的人才会讨论，但是呢，光是郭玉琴去公审，你在街上自拍，然后你去关心，然后要逼他删掉照片这件事情，年轻人就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啊！我就是自拍啊，我喜欢拍美食啊，我喜欢拍自己啊，然后修一下，然后放上我们的社群啊，我觉得很好啊！现在民进党执政党要公审我，我不能随便拍在接下来这几天是这个5月天的演唱会，就有疑似是这个5月天的歌迷去拍自强隧道，因为这个5月天就有一首歌谈到自强隧道，结果呢被青鸟被罢团说，你是大陆匪谍，你为什么拍这个自强隧道里面我要删除？这个人还真的乖乖的去删除，所以变成说现在我是真的是拜托青鸟跟罢团，你不要霸凌，你不要骚扰，你不要洗版。再来说到这个沈伯洋的记者会，我觉得这个就是出口转内销啊，就像我们前几趴讲到的这个萧美琴副总统，他去访问捷克，然后被跟踪，然后结果呢，这个1年多之后，这个消息爆出来是一个捷克媒体引用捷克军情局去证实，然后是一个小小的媒体，事隔1年才放话。很简单啊，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团结国家月、团结国家时讲一样啊，就是要全部套到所谓的大罢免7月26号啊。第一个炒作抗中保台，第二个去逼国台办做所谓的回应，全部呢都是民进党的阴谋啦。赖佩君。其实这个沈伯洋的这一套过去几周他面对红熊啊、红孩儿的争议，他的说法已经左支右绌。那他的各种辩解跟推脱之词，基本上大概只剩下他的极绿同温层买单。那一般的民众已经看穿他就是一个双标跳梁小丑。沈伯洋跟他的快乐伙伴现在大概就几个套路了，就说批评我就会激怒叉叉群体，或者批评我就是怕我哈。那批评我大罢免就会更成功，还有这个已经截图提告，大概就这几招。那其实这些招式呢，过去沈伯洋在去年的那个青鸟行动的时候，跟民进党串联拍的那些民营组图，如果要讲就叫做极乐，沈伯洋极了。那他以为他自己出的包可以透过去跟其他的群体绑定之后寻找温暖，然后吓唬不管是蓝也好、白也好，或者公正的民众，去揭穿他的双标无赖。那说真的，具体来讲这个对民进党是失血还是补血，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效果。那至于宣扬沈伯洋的红熊事迹，如果真的可以催出这个台上的罢免票，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赵大哥讲得很清楚骂的是沈伯洋的双标，基本上连沈爸爸都没骂，更不要讲说批评到台上。可是他们就是很会这样去做歪楼的连结，然后把你直接影射牵连说你是去批评台上，这就是他们的手法嘛。但如果这个我们就算不讲，民进党自己人。这一招如果真的对他罢免有效，民进党自己都会找人去反串帮他宣传了，根本不需要沈大委员去这个提醒国民党此举对大罢免选票的利弊得失我看到沈伯洋这么用心良苦在讲，我真的笑死。不过现在不能讲笑死，年轻人说要讲超好笑，对不对？拔萝卜团队这几天才在那个大罢免大内斗，因为他们这个领衔人说他被黑道威胁利诱，找他喝茶叫他不要补件。可是昨天晚上吴丽华立委的助理在脆上面贴出对话的截图，再加上一篇很长的文去痛骂他。他说这个吴柏伟就是拔萝卜的领衔人，虽然主张自己被威胁，然后罢团的伙伴甚至还为了他开了一个安全回报群组，然后呢照三餐对他嘘寒问暖，可是他拒绝罢团提出的一切保护他的协助方案。
而且一度还更小登手气说罢团如果不把他加回去核心群组，他就不去补件，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内讧。那批评他的绿委助理，我说真的还是很是他们的大局啊，就好说歹说哄着他出面补件送出去之后，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公告。但说真的，这种水准做事的这个罢团领导人他出面主张的罢免理由能有几分的可信度，大家就想就知道了。休息一下再回来。赖清德在的第二讲，要讲团结，说呢，哇，这个大家要团结，怎么团结呢？就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罢免，然后呢，就把这个杂质去掉，炼钢，千锤百炼，打出一把剑，那所以呢，大家就想说，你就炼钢就炼钢嘛，千锤百炼，千锤百炼，跟那个杂质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那你这个杂质。你是怎样？蓝绿都是杂质，跟你意见不同都是杂质吗？所以呢，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就说被歪楼了，被你们这个误解了。他只是形容打铁要百炼成钢，但打铁我们再怎么看百炼成钢，也没有把杂质去掉啊，哪有呢？炼钢你们练过没有？你们看过没有？那个锻出来的那个炼出来的那个红红那个钢。然后或是铁要锤，一直敲，没有杂质，什么杂质？你不乱讲一通吗？所以他就想说，赖清德脑筋的杂质是谁？到底怎样？所以呢，总统府的新闻稿赶快就把杂志拿掉，不敢写了那另外呢，说呢，校园也进去了，现在就孩子看媒体啊什么或听大人讲在学校里面有时候你是杂质，把你除掉。有些学生回来就跟爸爸妈妈抱怨，我们变杂质了那家长就很困惑，就问议员到底该怎么办呢？这是我怎么处理呢？那这个说要看教师团体要表示要看上下文如果开玩笑就不构成霸凌但是呢，如果看上下文，我打你这个杂质就有霸凌了那说呢，的确是负面形容。这最好不用，学生最好不要用那另外呢，但是呢，这个国中生有样学样互呛，你是杂质，你才是杂质，你是大杂质，你是大杂质，一定可以想得出来那个小孩子吵架嘛那所以呢，赖清德杂志说呢，家长担心成为霸凌的借口，所以网络就说最坏的榜样是从总统做起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就很沉痛的安慰说。没关系万安叔叔也是杂质，他的确也是杂质万安叔叔也是杂质。那天呢，谢龙介到我们跟我一起开记者会就是反驳这个赖清德的这个什么杂质，说这个谢龙一出来就说杂质来了，自我解嘲，杂质来了那所以呢，现在网络已经疯传口号叫做“我杂质我骄傲”，我们看一下。赖清德总统在许多其他人眼中也是不同意见、不同立场的人，难道也要被称为杂质吗？开枪总统赖清德要他换位思考，赖总统的杂质说引起的风波可不小。党同伐异，非我族类，要做思想清醒的作为，完全是开民主倒车。现在台湾民众真的非常需要政府花更多的时间跟心力来关注民生的议题，包括物价、房价。来，这个汉庭。虽然大家都取笑赖清德，他的首奖只剩长毛象，他的二奖就是杂质说，但他本人呢是充满希望，他要打造一个赖清德主义，就像北朝鲜有这个金日成金正日的主义一样，未来这10奖都要编辑成册，成为民进党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指导思想。民进党未来所有的搞不好干部培训民意代表青年都要先读好这10奖，因为未来什么台独理论你不用读了，你只要读我赖清德的10奖就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反罢免的民调都越来越上升，而且气势会越来越强，愿意出来投票的人越来越多。接下来预估在每一个周末都会有各种的集会造势，蓝营的县市首长，包含韩国瑜都会出来。那当然我也欢迎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场合可以邀请敝人在下侯汉廷。很会讲，好，谢谢，对。这个因为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尤其说法越来越荒唐了。沈伯洋跟吴峥讲，国台办反大罢免，所以呢台湾人就要挺大罢免。
那国台办和国民党都反对吃屎啊，你民进党怎么不吃一吃呢？真的有个东西，大陆跟国民党都不吃，但是偏偏民进党爱吃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民进党就开放让大家吃了。好，那么现阶段如何来让大家鼓励更多的投票率呢？就是目前为止，青鸟啊有越来越弱智化跟低能化，让自己越来越讨人厌的现象，而且已经连绵几个月了。就是一般的老百姓生活，被遇到有人要找你签联署书啊，很讨厌，你不签，你不关心政治，他要骂你，他要批判你，要出征你，然后呢，出征饮料店，出征咖啡店，闹白沙屯马祖，现在到处在猎屋抓路人来拍照。这一些青鸟罢免团体，他们忙了一整年，嚣张了一整年，疯狂了一整年。大家只要7月26号上午或下午花个20分钟时间出去投票，就能让他们一整年的辛劳化为乌有，爽不爽？CP 值超高、超划算、超值得，教训赖清德嚣张的嘴脸，让他们知道他们才是社会的少数。你如果不出来投票，你我就要变成杂质其余人口了，对吧？我们出来投一张，不同意票，顶多花20分钟、半小时，就能让他们一整年的辛辛苦苦、一整年的血汗，瞬间泡汤，爽不爽？当然爽。所以726出来投，不同意罢免。赖王慧，我觉得赖清德这段时间的发言确实非常的失格从他的这个团结已经经过了2讲那大家虽然有非常多的这个笑话传出来，或者是很多的梗图传出来，不管是刚刚赵大哥讲的这个我杂质我骄傲啊，或者是刚刚汉庭讲的就是726你一定要出来投票花10分钟、20分钟的时间，但是你可以让青鸟这1年忙的事情通通都付诸流水那当然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啦。但我觉得要回来很严格的讲，我觉得其实这段时间赖清德他的这个所谓的杂质的失格说我真的觉得以这个他过去的民进党的这个前辈真的会如果已经躺进坟墓的，这应该会蛮想要爬出来这样子为什么呢？这个完全就是民主之恶。为什么叫民主之恶呢？就民主是要往前进的所以他现在根本就真的要叫做民主退步党，你知道吗？因为他现在所做的所有事情是容不下一粒沙子，只要跟他的声音不一样，跟他一样的才叫团结，跟他不一样都叫做杂质，这真的是民主之恶。他连民进党里面他都这样斗是啊，对吧？好几个跟他不同意中共同路人就被起诉了，被什么羁押，被什么林代化啊，一大堆这样。来，有明兄。我去查了一下国际媒体对于台湾这个大罢免的报道，怎么大罢免的英文怎么讲？真的是不同的讲，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所谓的大罢免 ，mass recall、great recall， 不知道怎么用。那我看了几个报道，其实大部分比较平衡的是比较质疑，怎么会有这种才当选1年就要这么多人的被罢免，而不是因为个人因素。那我又查了一下，全世界200多个国家里面，只有25个国家有罢免制度，而绝大部分对中央的官员，尤其是选举的议员是没有罢免。美国没有，日本没有，不可以罢免国会议员。那国会议员你如果可以罢免，那就变成政党之争，社会就会分裂，变成仇恨的这种对立。现在台湾就是这样子，大家要知道。今天如果大罢免过的话，台湾社会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要诉求大家出来投票不是说要支持这个国民党怎么样，那民进党这个做了怎么样违反民主，而是大家要知道，如果真的6个、5个以上被罢免，这个台湾社会通通变杂质，通通仇恨化，绝对2极化，而且会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28年，整个内部会混乱掉。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一定要想到这后果。所以你出来投票的重要性，不是只是为了要让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留下来，而是要保护台湾社会。杨乃金，对，我觉得多元化是很重要的。而且我看到这个小学生他们在学校里面这样子骂对方说你是杂质，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杂质的再下一步就是杂种了这个台湾社会呢，已经很久没有。因为不管是省级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来出现这种互相的这种叫骂对骂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在李登辉那时候时代，主流非主流那边吵，然后陈水扁呢当政的时候，他们那种说
叫这个外省人滚回去哈，太平洋没加盖，你怎么不走哈？其实赖清德现在呢，他去激化的就是这一套，好，他就是这一套，他的中华民国派，他其实就是穿了一个他只承认1949年之后的中华民国，穿了一个小衣服的中华民国，把所有的不承认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反中抗中的人，通通打成中共同路人。然后如果说让他们大罢免大成功的话，你想想看，我们接下来在台湾社会，他所要呈现的是，不但我们这些人，其他的人都是杂质，然后社会上面呢，这些小孩子，他会对着那些陆配的小孩、移民的小孩、不支持民进党的小孩，他们都会是这样子杀伐下去。我们这个社会就永无宁日了，而且我们什么多元啊、思想啊、包容，通通都没有了。赖清德做的事都在偷换概念啊。这个佩君。杂志说，其实就是把原本中性定义的科学语言转成团体中的活该被排挤者的代名词哦。那如果不是负面的话，总统府的新闻稿何必删除呢？这么好的传神的形容，应该放在标题啊，何必删除呢？所以从学生引用的负面含义就可以看出来哦。即使绿营跟侧翼一直洗地，但是多数的国人已经看得出来，杂质在赖清德嘴里其实就是对非我族类的满满恶意哦。所以赖清德想要千锤百炼出来的无杂质纯铁，也就是一个除了民进党以外，什么政党都没资格去当公职人员的政治结构，所以与其说团结，不如说他更想要捍卫领袖、守护执政党的法西斯政权吧。来一针，这个校园里的杂志说呢，蒋万安市长说，这个世界应该是要多元包容的吼，大人们很抱歉，我们大人们没有把世界打造成好的样子。这个道歉应该是赖清德说的吧？怎么反而蒋万安说了？所以因为蒋万安他是三宝爸，他的感触很深嘛。对小孩的教育就是身教跟环境。有时候我会跟小孩说：“你讲话不要那么凶，不要那么大。”